大家好，真性情的人有时候必须遮掩自己的情绪，强装灯光下的各种的欢颜，因为情绪上的控制是个大学问，特别是公众人物、娱乐人物，一个情绪上的不留意，就是人家笔下的那些大写实了。写实容易跑偏，跑偏容易歪曲，歪曲等同抹黑。因此，这点赵丽颖、王一博一直都特别的留意。毕竟，作为顶级公众人物的他们，都是特别率真的人来的，也就特别容易被人防不胜防的各种的挖坑和填坑埋坑的。比方说，赵丽颖就被自己一度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无话不聊的那个最好的闺蜜高调的给出卖过。比方说王一博自己的个人的隐私被大量的贩卖之后，居然傻傻的去央求各位的骚扰者骚扰电话手下留情，放过自己一马。这些善良到完全不设防吓到好朋友的真实的人版和揪心的个案，如果您好奇的话，不妨自行的回顾一下本频道海量的硬核与深扒。这不，王一博情绪突然就崩了，于是现场便大水灌漫了。赵丽颖突然小刀吐真言，于是乎吃瓜的脑回路全都给烧焦了。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娱乐圈就是一个小小的江湖，就是一个永恒勾心斗角的名利场来的。站得越高的人，就越容易被人算计，就越容易被人抹黑，甚至于呼唤社死。所以呢，真性情的人注定容易出事，这是有绝对的因果关系的。于是乎，赵丽颖、王一博都连续吃过真性情的哑巴亏，亏损越大，伤痕越深。于是乎，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掏一片心，便正式的成为了王炸两人沉默是金的最佳的方式和最佳的语言了。所以呢，当无数人都在嘲笑和质疑这两个人口才不行、情商欠奉的时候，其实大家伙都在刻意的忽视了这两个人背后的无形的压力和试错的成本。于是乎，但凡王炸姐弟一旦放下了自己的心房，打开了自己的心门的时候，那种真性情的光芒就显得特别的耀眼了。但凡怀揣善良、真诚为官的人们，但凡看到这些王炸的心房突然之间自动解锁的时候，其实也是特别容易被感染到的。懂的人自然懂。现在的那一圈会设身处地帮人家写实还人真相的人，真的是买少见少了。顶流的一个笑，或者说主流的一个哭，都是吃瓜大神、娱乐大号进行买卖的最佳的机会和最佳的素材来。因此呢，赵丽颖、王一博真的是一直都在被动中远离着各式各样的无中生有的揣摩和没有底线的造谣。首先由赵丽颖、刘薇、罗晋、张可盈等联合主演的《幸福到家》完美的收官了。这部剧处处体现了制作的细节、真实的场景、细腻的服化道，都还原了一幕幕的真实的农村场景出来。戏剧性的冲突也是精彩纷呈，让人情绪高涨的那一种。该剧一开始就迎来了一个让人爆血管的高潮了。面对婆家的各种的软弱和胆小，赵丽颖所饰演的何幸福就是不信邪，就是要挑战大家长型的万善堂的威严，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这也让观众们一同体会到了不少灰色而现实的社会的问题、隐藏的问题，让观众们看到了自己一肚子气之余，同时也顺带着佩服了一把剧中演员们的活化演技。因为老戏骨们的演绎除了带感就是活化了，也就是说让你看不出的那一种演的痕迹。特别是大女主赵丽颖，她对何幸福的情感上的把握，声台情表
这4门表演专业所必修的功课，鬼聪明的这个赵岭就已经是在细节方面拿捏到位，用足3分3门了。这些真实的细节情绪上的穿插，不仅让何幸福这个角色更加显得丰满而立体，而且呢，在原色乡土、朴实无华的地气表演下，赵岭还额外的将农村妇女的那一股子蛮劲儿给彻底的表现了出来。于是乎，一直都特别喜欢赵岭，并且关注赵岭的那个港星任达华，在某个活动上再次的坦言说，只要是赵岭的戏，自己是必追的。幸福到万家也不例外。何幸福发现妹妹被婚闹，直接一脚踹开门，并且呢，拎起凳子砸在万传家头上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自己看的是感同身受。赵岭的演技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自己要给赵岭99分了，剩下的1分看他如何同万善堂斗下去，再补上。跟着任达华还特别搞怪的透露说，我私信赵岭说，幸福到万家这么多实力派演员，谁的片酬最贵呢？说到这，视角永恒359度的新闻我只能说，这个问题含金量真的不小。至少那些热衷八卦、关心日新的那些网友熟客们，最喜闻乐道这一种堪称直击心灵的金钱上的拷问。这就有点像新闻我之前开篇深扒过的，为什么亿万酷哥王一博不在北京买房等等的烂梗问题，形式方面简直就是堪称一模一样。当然了，所有鬼聪明的当事人碰到这种刁钻问题，注定都会施行359度的脑筋急转弯的。那么您猜赵岭怎么回答呢？那么您猜王一博要怎么回答呢？不拽当道的王一博在出道之后一直都是非常主动的去寻找机会的，因为他知道机会向来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呢，收起令词和虚浮的他很注意用自己的真诚去打动机会，并且呢最终去把握到机会。出演《陈情令》中的蓝忘机之后，王一博终于一战成名，破圈成功，被大家伙广为熟知。剧中的王一博也让喜吃瓜瓤的观众们看到了他精湛的演技和别致不同的风格。之后热度爆表的王一博受邀参加了《这就是街舞》。在日常生活当中就非常喜欢跳舞的这个王一博，在这档子节目当中算是完美的展示了一把自己无可挑剔和智慧的节奏的天赋和舞蹈的功底出来。在这个爆裂的节目当中，王一博每一次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的时候，都是布景板一般的存在，非常的拉风，非常的抢眼和帅气。他的各种时尚的穿搭和帅气的面孔更是助力他继续的卖萌，继续的圈粉无数。于是乎，就在这么一档这就是街舞的可以尽情卸下所有伪装的主场节目当中，王一博突然就破防了。那一幕是他在看到了自己的选手街舞之后，突然之间情不自禁，突然之间泣不成声，泪流满面的真实的场景。那一幕同样让不少真爱的模特粉丝们一道品尝到了一种心痛无比、真切的感同身受的味道出来。这种代入感跟剧情上的代入感是有差别的，因为真实往往来的特别的突然，特别的猝不及防。无论王一博本尊还是猝不及防的摩托们，要知道王一博一直给人的形象都是酷的、拽的，也不怎么会笑的那一种。于是乎，摩托粉丝们都喜欢称呼他叫酷盖。这一幕，王一博突然在录制节目当中不顾镜头当场大哭的场景，
直接把所有的吃瓜客们给镇住了。大家都纷纷的怀疑起来了自己的人生了，怀疑起来了自己是不是换错了频道，看错了人了。毕竟生活当中的王一博很少被人看到他的真实的状态，例如那些幕后碎嘴叨叨的话痨的样子，除非是在王一博有份出演的那些影视作品当中，大家才有机会，才有可能有幸共情一把。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看到王一博哭得如此的破防和伤心，一旁的那个嘉宾立马就给他递上了纸巾，于是乎纸巾下的这个王一博梨花带雨，哭到脱妆后的真实的颜值再次的让不少人吃到了大瓜，撞上了意外。可以说哭到完完全全不计较自己形象的王一博真的是很真。此时此刻的这个真性情的王一博和精修图当中的那个王一博还是有些直观上的差距感的。脱妆后的这个王一博当时的眼线立刻就花了，而他的真实颜值也让大家伙最大的满足了好奇心之余，也多了更多的说不出来的也道不明的亲近感出来了。那一副哭得惨兮兮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可怜的小绵羊，委屈到不行的乖宝宝一样，让妈妈粉们难免自动触发启动了一种想要冲过去直接去保护他的冲动和感觉出来了。因为我这个说法你说对不？破防是一种真性情的写照来的，即便酷盖王一博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有丰富的情感，只是他不说。有趣的是，王大姐姐就直接忍不住给说了，而且呢，说的还特别的直白，特别的小刀，特别的特色。关于这个最贵片酬的灵魂的拷问，见惯大场面的任达华也是不服不行，不笑不行。因为这个鬼聪明的赵丽颖说，演员遇见好的剧本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请注意，这是幸福到万家的事情。至于片酬啥的都是其次，这次我们剧组的这些演员亦是如此。谁片酬最贵不清楚，但是呢，大家都豪气，每次大家都是轮流请客的。这种赵丽颖专属的小刀回复是不是似曾相识呢？在哪里见过呢？先我要提醒一下，鬼聪明的这个赵丽颖曾经说过一句似是而非、一场一场烧脑的名言。她说：“只要给饭吃就可以了。”真性情，让将心比心、大开大合、大颠大肺、大哭大笑的人，特别容易拉近彼此的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对于新闻我的这一种独家的总结、告白与心得，您认同吗？